看过韩剧《黑暗荣耀》的朋友，肯定对戏剧中校园霸凌的场景感到印象深刻。这出电视剧的故事正是以校园霸凌为主题，讲述女主角在高中时期遭受校园霸凌而被迫退学，幸存多年后，她实行精心规划的复仇，要让加害者为恶行付出代价。那么什么是霸凌呢？霸凌是指一种有意伤害、威胁或恐吓他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是由某些人或群体以比受害者更强大的力量、权力或地位来实施的。霸凌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故意对他人在心理、身体和言语的攻击。同时，因为受害者与霸凌者之间的权力或体型等因素不对等，而不敢或无法有效的反抗。简单说，有人一直不断的欺负你，不管是骂你、打你或是威胁恐吓你，这就是霸凌。霸凌可以在各种场合发生，例如在学校、工作场所、家庭、社交媒体等。如剧中发生霸凌的地点就在高中校园里，一群家庭社经地位高的学生聚在一起，用身体上的攻击、言语上的侮辱、威胁、恐吓、排斥等行为去欺负贫穷弱小的同学，对受害者的身体、心理和社交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受害者感到愤怒、痛苦、羞耻、尴尬、恐惧以及忧郁。尤其是身体上的伤害，在皮肤留下的巨大疤痕，让人看到后感到不寒而栗。这样的霸凌行为对受害者的心理和生理会造成巨大且无法逆转的伤害，甚至间接使得受害者自杀。此外，一些受害者可能会变成加害者，转而去欺负其他人，进而让更多人受害。而没有参与其中的第三方也会因为目睹霸凌事件而受到负面影响。根据统计，在美国平均每4个学生就有1个曾经被霸凌过，有70%的学生表示他们曾经在学校亲眼见过霸凌行为，可见得霸凌的现象有多么普遍。那么，哪些学生是比较容易被霸凌的呢？他们通常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跟同侪不一样，例如过胖或过瘦、戴眼镜或穿着奇特、新同学、转校生、买不起其他同学都认为很酷的东西等等，或看起来软弱无力，无法保护自己，或总是表现出沮丧、焦虑或自卑的情绪，或不那么受欢迎，也没什么朋友，或很难与人相处，让人觉得厌烦或故意挑衅引起注意。相对的，哪种类型的学生比较容易霸凌别人呢？一种是与同侪有良好关系，具有社交权利，过分关注他们受欢迎的程度，喜欢统治或掌管他人。另一种是独行侠，可能经常觉得忧郁或焦虑，缺乏自信心，也不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容易受到同侪的压力，没办法辨识或理解别人的感受。而若具备以下特质的孩子，也比较有可能霸凌别人。具有侵略性或容易感到挫败，长期缺乏父母参与或是有家庭问题，把别人都想得很糟，难以遵守规则，觉得可以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等等。校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是孩子们学习团体生活的开始。由此看来，霸凌现象的发生是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自己内在性格或家庭因素等影响，在与他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上，表现出冲突混乱与内心焦虑的一面。不管是霸凌者或是被害者，他们在还没有适应如何团体生活，如何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前，很直接地表现了人与人相处时可能发生的竞争与攻击行为。换句话说，他们都还无法成熟到能面对自己的内在压力与情绪，无法理性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只能用暴力攻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种攻击行为在成年人身上也同样存在，成年人同样有家庭、经济等各种压力，更有残酷的职场生存竞争，也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有成熟处理事情的心智。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与人之间，只要存在家境贫富的差距，或是身份地位贵贱的分别，或是身材外貌美丑的差别等等，就容易产生纷争与冲突。当优势者急助欺负弱势者的行为，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想拥有更多的资源，赢得更多的重视等等，那就有了霸凌。所以，一个社会制度越完善，地位阶级越不明显的环境，可想而知，发生霸凌的情况就越少。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一定存在的，每个人的家庭环境不同，生命遗传基因不一样，思想个性也不相同，
把一群不一样的人放在同一个环境，肯定会发生冲突。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之外，也是让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合理规范的条件下相互竞争。所以校园霸凌的发生是整体学校的风气与规范出了问题，不完全是学生自己的责任。想想，如果教师主任本身就对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另眼相待，或对成绩好的学生特别照顾，或是对外貌长相有缺陷的学生有歧视的言语，那么其他学生们肯定会有心理上不平衡，也不会平等看待每一个同学，霸凌的行为也就容易发生了。如果你正在经历霸凌，或者曾经经历过霸凌，那么你一定知道被霸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你正在承受这样的痛苦，要如何走出心理的阴影呢？第一步，认识到你不是问题所在。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被霸凌并不是你的错。霸凌者可能会利用权力、地位或其他方式来攻击你，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问题。相反的，霸凌者才是问题所在，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你需要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这有助于你减轻自责和自卑的情绪。因为被欺负的人会觉得要信任别人很难，以为其他人也会欺负自己，所以自己可能开始相信霸凌者的言辞和行为。特别是如果有人站在一旁看住事情发生而不试图阻止时，似乎所有其他人都同意发生的事情，一定是代表我们活该，或者我们不值得有更好的保护或待遇。如果这是你一直在思考或过去曾思考的方式，错了，你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旁观者通常不会介入，是因为他们觉得害怕，或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你所经历的事情，你不应该被欺负的。第二步，建立支持系统。第二个建议是建立支持系统，找到一些可以支持你的人，例如你的家人、朋友、老师或辅导员。这些人可以听你倾诉，给你建议和鼓励。你不应该孤独地面对霸凌，你一定要让别人来帮助你。与你信任的人谈一谈，寻求他们的支持来处理霸凌行为。如果你仍然是在学生，你要好的同学可以帮忙告诉学校老师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是职场上的成年人，是否有值得信赖的同事可以倾听你的情况？如果你提出正式投诉，这名同事会支持你吗？即使他们不能立即对这种情况做些什么事，你分享你的感受也会帮助你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第三步，提高自我意识。第三个建议是提高自我意识，这包括了解自己的情绪和需求，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试着写下你的情绪和感受，这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况，并减轻压力和焦虑。写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抒发方式，把发生的经过写出来，把自己的内在情绪表达出来，而且连续写，不要停。不必担心错字或语法，也不用担心需要写出优美有意义的句子。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想一想他们与过去的你有什么差别，以及你想在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留意自己是不是会以霸凌者的方式对自己说话或恶待自己。在任何年龄，他人的言语和行为都会影响我们。别人向我们说出或标出的话，会钻进我们的心里，并可能成为我们用来批评自己的话。如果你会内在自我批评，像霸凌者那样对自己说话，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时候，你要学习抽离自己的想法，从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自己，知道那些批评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你不需要认同那些想法，被那些声音控制了。你要相信自己，疼惜自己，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你应该对自己更好。第四步，学会放松自己。第四个建议是学会放松自己。你可以试着做一些冥想、瑜伽、呼吸练习或其他放松技巧。这些技巧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和焦虑，并提高情绪的稳定性。活在当下的心灵练习是个好方法，或者《心灵自救手册》这本书中提供了一个练习方式，大概是这样的：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或躺下，如果感觉安全的话，轻轻地闭上眼睛，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房间外面或房间里面的声音。闭上嘴，用鼻子呼气和吐气，注意自己的呼吸声。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呼吸的感觉上，
空气进入身体并离开身体的细微感觉上。保持像这样的呼吸方式，缓慢而深入。想象一个亲近你的人，他会让你微笑，是让你感到非常温暖的人。想象你和对方在一起，也许你是坐在他旁边，或是跟他一起走路。你可以想象一道金色的光芒，把你所有的感受和温暖，从你的心里向你所爱的人延伸出去。想象这道光笼罩住你所爱的人，给他带来平安与幸福。然后把这种感觉延伸回到自己身上，对自己说：愿我平安，愿我善待自己，愿我健康，愿我经历快乐和轻松。最后，希望承受霸凌痛苦的你知道，你并不孤独。心灵发光了，感谢您的观赏。